Hello， 大家好。西方点心的司康加入了青葱，瞬间变成了东方口感的早餐。外酥内软，还带着葱花香，非常的好吃。一起来看看材料吧。首先，前置作业必须把材料都冰在冰箱。奶油切成小小块，夏天的话，连面粉都放冰箱冰。制作的过程会用到搅碎机，没有搅碎机的人，把奶油放入面粉里，用手温慢慢揉碎，必须花更多的时间。用搅碎机的话，只是5秒钟的时间。把奶油全部倒入，然后加入1/3的面粉。面粉慢慢加，可以打得比较均匀。打的时候也不要一次打到底，像这样按一下停一下，按一下停一下，为的是避免搅拌时温度升高。做司康最避讳的就是面团的温度升高，温度一升高，奶油就容易融化，面粉也就比较容易产生筋性，这样做出来的司康就不松软了。加入第二次1/3的面粉，一样不要一次打到底。像这样已完全看不到奶油的块状，就可以把剩下的粉类材料全部加入。砂糖、盐巴和泡打粉，搅拌好后倒出来在桌子上。因为贤妻的搅拌机体积小，无法加入所有的面粉，在这里把剩下的面粉加进来，然后用刮板搅拌均匀，在中间做个凹洞，倒入1/3的牛奶，再以切拌的方式拌匀，和做饼干一样，不要揉面粉，避免产生筋性。稍微搅拌均匀后，再加入1/3的牛奶。司康要有疏松的口感，主要的关键是拌面团的手法。牛奶不要一次加完，也是因为用手搅拌速度比较慢，避免面粉部分吸水不均匀。第3次倒入所有牛奶，继续以切拌的方式拌匀，最后加入切碎的葱花。喜欢葱味多一点的，可增加1-2根，但不宜加太多。葱会产生大量的水分，会影响到口感。除了葱花，也可以加入炒熟的洋葱，或是逼油后的培根。只要材料不会产生太多的水或油分，都可以选择加入一点。搅拌好后，用保鲜膜包起来，让面团在冰箱休息一下。在搅拌过程中，面团逐渐升温，面粉会产生筋性，必须让面团降温。在冰箱休息15分钟后，塑形之前先预热烤箱400度。从冰箱拿出来后，再来就是做出层次的关键。将面团切一半，然后叠上来，把刮板放上面，用手轻轻压扁，然后再切一半，再叠上来，再用刮板轻轻压扁，这样重复5次就好。最后再用擀面棍擀扁，
会粘连的话，撒一点手粉，擀到约 1.5 到2公分厚，不要比 1.5 公分薄，必须要有厚度才会有层次。再用司康模按压出模型，没有也可以直接切成四方形，但要注意在压模的时候必须一鼓作气压下去，这样压出来周边才会漂亮。看还没有烤就已经层次分明了。拿的时候手指也不要去碰到周围，手温会将周围的层次模糊掉。用刮板从底部提上来，直接移到烤盘上。剩下的面团再结合起来擀平，再压模。剩下的小面团搓一搓就好，然后在饼皮上刷上蛋液，也可以只刷牛奶，因为这是昨天做面包剩下的蛋液，就想把它用掉啦。依喜好装饰一些白芝麻也是可以的，然后送入预热好的烤箱。烤17到20分钟，依照你切的厚度增减烘烤的时间。出炉喽，葱花的香气扑鼻，每个层次都撑开得很漂亮哦。最期待的试吃时间又来了。看到笑得这么开心的思康，贤妻也好开心啊。看这个组织就知道很疏松。家里的鱼缸声音太大了，也许听不太清楚酥脆的声音，但是外皮是很酥脆的。思康只要改变一下加的料，就可以变化出100种不同的口味哦。最重要的是拌面的手法哦。隔天如果回潮了，只要用烤箱或气炸锅稍微烤一下，外皮酥脆的口感就会恢复了哦。